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坟场，它是美军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基地之一，它是最负盛名的军事基地之一，它就是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自从喷气式战斗机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天空的争夺就在一步步的升级，这也就直接促进了空军战机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是战争毕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就导致了每当面对不同变化的国际形势时，这些全新一代的战机虽然一度风靡全球，但如果不能应用到战争当中，也只能是执行普通的巡航任务。等到更先进的战斗机列装后被淘汰退役，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些战斗机会就此埋没。众所周知，作为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空中力量，美国空军的战史可谓光彩夺目，其战斗机的型号和规模更是惊人。也就是因为这种庞大的5倍，美军所淘汰的战机数量更是繁多。那么这些被淘汰退役和已经报废的飞机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呢？1925年，美国为了建设最大的民用机场，在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图森正式设立了戴维斯蒙森机场。1927年，在创下史上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纪录后，美国著名飞行家林白操控着圣路易精神号单翼型飞机在戴维斯蒙森机场降落，并在随后参加了机场的完工揭幕仪式。时间来到第2次世界大战，出于美国空军的训练需要，戴维斯蒙森机场成为美军轰炸机的作战训练基地。该机场也在2战结束后被定为美国空军基地的同时，还多了一项保存飞机的任务。而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第一批来客也值得一提，因为这其中就有负责在广岛投下第1枚原子弹的艾诺拉盖号 B-29 轰炸机。在此之后的几十余年间，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便一直在接纳退役美军战机的同时，还负责为美国空军的各类飞机提供零件。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场地面积约占 10.5 平方公里，相当于1430个足球场大小。其名字是为了纪念第1次世界大战飞行员副手图森本地人塞缪尔·戴维斯和奥斯卡·蒙森。该基地共保存着超过6000架飞机，几乎囊括了2战后的美军所有军用飞机种类，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旧军用飞机存放地，因此被称为飞机坟场。而该地也因为海拔较高、气候干燥、土地贫瘠，可以使飞机就算放置在露天也不会过早腐蚀，所以被选为美军唯一的退役飞机安置场所。从1946年被定为空军基地后，便陆续有各类淘汰飞机被放置在这片土地上。除了部分飞机是临时存放在此地外，有约 80% 的飞机是这片土地的长期住客。该基地也因此有了古院这个绰号。而这些总价值350亿美元的飞机，也使得这里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墓地。这里的飞机除了部分属于各类航空博物馆或者美国海军博物馆或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外，均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所有。除去飞机坟场和最贵墓地外，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还是一座钢铁坟场，因为这里在需要时可以有效回收共计35万件钢材。该空军基地还设立了美军第309航空维护和重建中心，在担负着飞机维修和保养任务的同时，还会对飞机的发动机、弹药等各种零部件进行回收利用，以降低美军规模庞大的战机编队成本和对外出售。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仅2005年，第309航空维护与重建中心就回收利用总价值高达 5.68 亿美元的 1.9 万个零部件。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存在的目的，一是让部分飞机停放在这里的同时，为了以后的某一天可以2次使用。但是除了少数情况外，基本很少能有退役飞机再次从这里使用的例子。二是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放置飞机。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所在地因为年降雨量很低，所以空气干燥，不仅不易造成飞机腐蚀，地表土壤还含碱量较高，而且变得非常结实，很适合在地面转移飞机。三是这座飞机墓地利润很高，美国只需要在此处花1美元就可以获得11美元的回报。四是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不仅放置着美军的退役飞机，还有存放冷战时代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对退役飞机的管理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
为可以随时起飞实施行动的飞机；第二种是经过短期维修后可以2次利用的飞机；第三种是零部件可以回收利用的飞机；第四种则是即将被拆除销毁的飞机。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既是空军基地，也是美国军方的航空航天修复与保养中心。因为这里的气候干燥温暖，机体腐蚀很慢，所以美国军方的淘汰退役飞机都停放在基地里广阔的沙漠中。而在各类退役飞机到达基地后，维护中心将会及时对退役飞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发现飞机问题的同时呢，也会将体检结果一一登记造册，以便后期查阅。在全面检查过后，为了防止机体及飞机上的部件遭到恶劣环境的腐蚀以及动物的损坏，维护人员会把飞机上比较重要的装置、价值不菲的仪器，还有安全隐患的零部件进行拆除储存，并且抽干飞机内的所有液体，还会在对机身进行保护膜密封的同时，把飞机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尾喷管封上。由此看来，即便是已经位于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对于这些淘汰退役的飞机也可谓是尽心尽力。而美军如此大费周折的措施，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回收一下，而是把这些已经退役的老旧战士作为一项重要设施纳入美军的战略储备之中，进行保护和维护。换句话说，放置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这些数量繁多的淘汰飞机，潜藏着相当一批可随时使用且仍然保持着战备状态的飞机。假如美军需要，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超过6000架的飞机中，将会在短期内准备好一支庞大的空中力量。除此之外，该基地同时也如同一个废旧物循环利用中心一样，维护中心在把一些还可以使用的零配件拆除后，可以将其安装到现役飞机上，在2次使用的同时还降低了维护成本。而停靠在这里的大量飞机也可以在做好保护措施后，更好的存放和2次使用或出售给他国。现如今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约有7000名军人和1600名文职雇员，除去是美军最大的飞机墓地外，其主要部门为美军空军空战司令部设施和第355战斗机联队的母机场。该基地同时还是美国第12航空军的指挥部，驻扎有第55电子作战大队、第943救援大队、第563救援大队以及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的第309航空维护和重建大队。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为了训练 OA-10和 A-10战机的驾驶员，并保证 A-10和 OA-10战机的空中管制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协助和支援空中控制的地面部队。除此之外，该基地的设施由美国第309航空维护和重建大队来负责，并长期作为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各类飞机的回收和停放场所。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